我逛了日本的斗争二创同人展，而且还是线上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黑猫。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斗阵宣布和 The Seraphim 联动的那一段期间呢，我每天都会上网去跟进最新的资讯啊。好巧不巧，我就刷到了这一则关于斗阵同人展的帖子。我当下的反应就是，好，斗阵居然还有同人展呢！不过好可惜在日本的，这我已经没留意了。不过就在隔几天之后，我又刷到了好几则相同的帖子。那么其中呢，有好几个帖子下面都是有相同的链接的。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呢，我点开了链接，让我发现内容全是日语。在我用了我 N6的日语看完了整篇的内容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展它居然是线上的，而且摆摊和入场都是免费的。那么我相信大家都有逛过场次的经验哦，不过线上的应该就比较少了吧。我自己呢是有逛过这个 VR Chat 里面的 Comic Weekend， 不过距离当时有一段时间了，加上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也没什么印象。总而言之，当时距离这个展呢还有1个星期左右，所以没过多久之后我就把它忘记了。直到29号当天，我突然收到手机的推送通知，我才想起来就是今天呐。那么这个场次的举办时间呢是3月29号的晚上8点到31号的晚上9点，所以当天晚上呢，我也是马上就点击了入场。这就是会场。说实在的，我以为我点错了什么 RPG 还是什么之类的。不过往上走之后就能发现到摊位其实都在上面。哦，对了，我还没提到这个展的名字吧？那么这个展呢，它日文就叫做 Overtime， 翻译过来的话就是游戏的加时赛，或者是说斗争时间。台湾人最喜欢的双关。那么这个展是去年才开始举办的，也就是说呢，今年是第2届，加上目前推特的追踪人数只有300多左右，所以我相信不止海外的斗争迷没有听说过这个展，可能连日本大部分的斗争迷也没有听说过。那么由于规模并没有很大，所以摊子的数量总共也就58个而已，而当晚在线人数大概也只有7到80个人吧。那么除了常见的商品，像是钥匙扣、吧唧啊、贴纸啊，也有像是免费的贴图 Netprint。有逛过场次的人一定都知道那种人挤人在走，像战场一样的感觉哦。特别是同人区，有的时候甚至连动都不会动啊，就变成说很容易会错过某些摊位这样。不过线上就没有这一种问题，在右上角呢，你就会看到一个 Sakura， 你只要点下去就能够看到所有的摊位。对，所有的摊位，如果看到了你感兴趣的摊位，你只需要对着它点一下，就能看到它所售卖的商品。往下滑的话呢，就会看到一个移动思路，只需要点击下去，你就会瞬间 TP 到那个摊位前面。如果现实能够这样，该有多好啊！しかし，为了让你有更接近现实的体验，你还必须要走进店里面才能购买商品。那么除了透过平台直接进行购买以外呢，也有很多会师会选择用 Booth 来进行交易。用 Booth 最直接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直接把商品添加到代购网站的购物车里面，然后以你当地的货币进行结算，就像在逛实体展一样。我也是在事前就已经锁定好了目标商品了。不过因为是第一次以这种形式逛展，加上要透过第三方代运从日本到马来西亚这边来，所以我也有稍微犹豫了一下。谁知道我刚设定完代购网站回来的时候，那个钥匙扣它已经售完了，而且摊位前面还站着超级多人，干，我真的超后悔的。事后我就联系这名会师，然后问他说几时会再贩这个钥匙扣这样子。那他也回答在来临的5月举办的西方电玩展可能会再贩。那么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 follow 这名会师的推特。除此之外，我也去逛了逛其他的摊位啦。然后可以看到，主要是以辅助角色为多，其中又以朱诺跟雾子为主。那像是这个朱诺的钥匙扣，还有这个也是钥匙扣啦，那它是类似 CD 这样的设计。这个的话是之前与东京塔联名的造型做的打卡用的亚克力哦。也有以雾子为造型的这个护身符啊，毕竟雾子是巫女嘛，以及这个达玛戈奇造型的雾子钥匙扣哦，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当然，除了雾子跟朱诺以外，也有像是源氏啊、小美啊、慈悲啊、夺命女啊、莫拉、西格玛，还有当然仓鼠。那不得不说，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啊！
就连我在日本待了1-2年的友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东西哦。那么线上的跟现实的比起来，最大的差别当然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能够入场撒币，除了不用人挤人之外呢，也不会像现实那样逛街逛到脚痛哦。那么接下来我就来稍微分享一下我整体逛下来看到比较有趣的东西吧。那么首先呢，就来讲讲这个 HEINZ 的 You Have Been Hacked T-shirt。那么正面的话呢，它是有点像类似 Windows XP 那样的进度条，然后背面的话呢是有 Windows XP 的视窗，然后中间有一个HEINZ的剪影哦，整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哦。那么凡购买 T 恤呢，它有附赠这5张贴纸哦，说实在的，看着是真的非常心动啊。接下来就是这个原式的8机跟钥匙扣，那么这个8机呢就非常的抽象哦。抽象的我感觉我也画得出来的那种。还有就是这个原式的钥匙扣哦，那么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在它是双边的钥匙扣，那么一面呢就是 I need healing， 另一面呢就是 Nano Me 啊，原始玩家必备的，属于是。当然除了我所提到的这些商品以外，也有非常多有意思的商品，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啦。虽然摊位的数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然后商品的种类大部分也就是亚克力钥匙扣跟这些8机罢了，不过对于我来说还是算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哦。那么再加上呢，这个 Pixsquare 这个平台目前也处于这个 beta 阶段，所以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不同圈子的粉丝举办更多类似的线上展览，也很希望未来有机会到日本去逛一逛这个实体的展览哦。那么至于我在这一次的展览到底买了些什么呢？就敬请期待之后的开箱分享啦。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黑猫，我们下次见。